上期我们说到的萨克蒂女神，自从与湿婆分离之后，就无法与湿婆结合，而梵天的创造也因湿婆与萨克蒂女神无法结合而陷入了停滞之中。于是梵天之子达刹向萨克蒂女神进行苦修，从而使得女神成为了他的女儿，降生于世界之中。而萨克蒂女神这第一次转世名为萨蒂，我们的故事也是在这时开始讲起的。萨蒂的诞生终于为世界的圆满显露出一丝的希望。随着时光的流逝，圣主达刹的女儿萨蒂平安长大，但是因为湿婆斩掉了圣主达刹父神梵天的一个脑袋，使得圣主达刹厌恶湿婆。达刹渐渐地忘记了自己的使命，达刹的宫殿不允许任何人祭祀湿婆，达刹也不允许任何人向萨蒂讲述湿婆的故事。因此萨蒂从小就不知道湿婆是个什么样的神明。达刹本以为以这样的方式就可以阻止自己最心爱的女儿萨蒂与湿婆结合，但上期我们也说了，世界上所有发生的事情还未发生的事情都将萨蒂与湿婆推向了一起。随着萨蒂的长大，萨蒂也长成了一位极为出色的女子。萨蒂从出生就没有出过宫门半步，但有一天，一位仙人忽然要求达刹，希望萨蒂帮助自己举行祭祀。虽然达刹不同意，但碍于自己所制定的规则，不得已还是允许了萨蒂走出宫殿，帮助仙人举行祭祀。这是萨蒂第一次走出宫殿。到了晚上，萨蒂一行人在森林边休息，萨蒂因为好奇，独自走进了森林。他觉得森林中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新奇，不自觉的就走入了森林之中。突然有一只猛虎张开血盆大口扑向他，惊慌失措下，萨蒂坠入了山涧。说来也巧，萨蒂他们停留的地方正是湿婆苦修的地方。萨蒂坠入山涧的时候，湿婆忽然心生感应，在半空中救下了萨蒂。萨蒂坠入山涧本来就受到了惊吓，再看到一个满脸胡须的苦修者，顿时晕了过去。这就是萨蒂与湿婆的第一次见面。湿婆看着怀中昏迷的美丽女子，自然知道这是萨克蒂女神的转世，但这时已经进入苦修的湿婆依然把萨蒂放回了杏林边。湿婆抱住萨蒂的那一瞬间，他感觉到了久违的圆满，虽然只有一瞬，但归来的湿婆心中无法平静下来。他发现自己无法顺利地进入冥想之中，他的脑中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抱住萨蒂的那一瞬间，即使用冰冷的血擦拭身体，也无法让自己冷静下来。第二天醒来的萨蒂脑海中也浮现出湿婆救他时的身影，于是萨蒂再次来到了森林之中，但不熟悉森林的他又迷路了。正在他焦急之时，昨晚的那头白虎又扑向了他。萨蒂被这一景象吓得愣在了原地。就在这时，湿婆拿着三叉戟出现了，轻松的就杀死了白虎。又一次救下萨蒂的湿婆并未理会萨蒂，因为他觉得这个无知的少女对他有着特殊的意义。这种特殊的意义让湿婆感觉很不适应，因为苦修之神湿婆是没有欲望与需求的，他想要赶快离开这个女人，进入自己的苦修之中。萨蒂也感觉很奇怪，全身邋遢的苦修者没有丝毫的礼貌，明明向他道谢，他却不理睬而冷漠地离开。在森林中迷路的萨蒂到了夜晚依旧无法找到出路，于是只好在一棵树下准备在树下过夜。没想到远方的湿婆径直地走向了自己的身后，原来身后的峭壁之上正好有个可以躲避寒冷的山洞。萨蒂懊恼地跺了跺脚，自己竟然没有发现这个山洞，导致这个山洞被野蛮的、冷漠的、无情的苦修者占领了。无奈的萨蒂只好又回到了树下。夜晚，寒冷的气息侵袭着萨蒂，经过一番的挣扎，萨蒂最终还是选择去往湿婆的那个山洞中躲避寒冷。来到了山洞中，萨蒂昂首对湿婆说道：“喂，我只是为了躲避寒冷才来到此处，现在我要在火堆旁温暖我的身体。”湿婆看着这个高傲的众生之主达刹的女儿，冷漠地说道：“悉听尊便。”于是萨蒂坐到了火堆旁，不知道为什么，他对这位冷漠而且邋遢的怪人一点也不害怕，反而让他感觉到更加的安全。在经历了一天疲倦的侵袭之下，萨蒂沉沉的睡去。第二天醒来时，萨蒂发现自己躺在柔软的草垫上，而那个冷漠邋遢的怪人却已离去。
醒来的萨蒂又开始在森林中寻找出路，但他发现无论怎样，自己都在原地打转。无奈之下，萨蒂只好又回到那个怪人打坐的地方，向那个怪人询问走出森林的方法。萨蒂冲着湿婆说道：“喂，非常感谢你救了我，现在我想要知道走出森林的道路。”湿婆正在冥想，忽然被高傲的萨蒂打断，心中非常的不悦，白了萨蒂一眼，说道：“小姐，如果想要感谢别人，需要真诚；如果想要请教别人，需要谦虚。如今你这2点都没有做到。”萨蒂这才意识到，从小到大的公主生活让他养成了高傲自大的性格。湿婆的话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于是聪慧的萨蒂改变了自己的态度，真诚地向湿婆道谢，并谦虚地请教走出森林的道路。湿婆看着萨蒂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心中竟涌现出了欣慰的感情，于是将走出森林的方法告诉了萨蒂。萨蒂道谢之后，向着森林外走去，但他心中却泛起了一阵失落与空虚感。不知道为什么，这2天看着这个冷漠邋遢的苦修者，萨蒂竟产生了不想离开的情感，仿佛与这个人在一起就是自己出生就所盼望的一样。与此同时，湿婆这边也诧异了起来。湿婆心想，我是崛起者，是苦修者，我已经断绝了世间一切的欲望，为何我会对这个生主达刹的女儿产生怜爱、关心、欣慰的感情呢？为什么我会一次又一次地保护这个少女的生命呢？经过了这几天在森林中的时光，萨克蒂女神的转世萨蒂用自己的高傲与自大，竟然引出了湿婆的感情。正如同人们所说的，如果你想要一个男人爱上你，那就必须引动他的心，让他的心因你而泛起波澜。也是因为这次森林的事件，苦修之神湿婆逐渐的开始产生了感情。湿婆马上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又一次进入了冥想，希望通过冥想抛却这段感情。在湿婆进入冥想之时，萨蒂又陷入了危险。一位仙人为了夺取生主达刹众生之主的地位，竟然派人去杀死萨蒂。他们用弓箭去攻击萨蒂，迫使萨蒂跳入了河中。湿婆瞬间就在冥想中醒了过来，在水中救出了萨蒂。看着怀中昏厥的妙龄少女，湿婆这时也陷入了复杂的感情。他知道自己已经爱上了这个女子，但他拒绝接受她。这时萨蒂醒来，看到还是那个冷漠邋遢的怪人救了他。萨蒂回想这几天，每次发生危险，这个怪人都会出现，于是大声地质疑道：“每一次我遇到危险，你都会出现。我知道了，这一定是你的阴谋。你想要让我注意到你，让我感激你，让我心里有你。你真是卑鄙。”说完就气愤地离开了。湿婆一脸懵逼地看着远去的萨蒂，本来平静的内心竟然掀起了滔天的怒火。他手持3叉戟，身边所有的一切都燃烧了起来。湿婆竟然因为萨蒂的话语产生了想要毁灭世界的欲望。护世之神毗湿奴与创世之神梵天一直在看着这件事，看到湿婆愤怒了起来，连忙大呼不好，立刻在湿婆身边显现了出来。毗湿奴劝解道：“湿婆，冷静下来，否则世界马上就会被你的怒火毁灭。”湿婆依然愤怒地说道：“终有一日，万物都会被毁灭，毁于今日，有何不可？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梵天开口道：“我们知道你的感受，如今萨克蒂女神再次与你分离，这种分离的孤独感与残缺感产生的痛苦，不是毁灭世界就可以结束的。”毗湿奴说道：“是啊，湿婆，想要走出这种痛苦，唯一的途径就是与你的另一半萨克蒂女神结合啊！”湿婆愤怒地看着毗湿奴说道：“那罗延，我们都能够知道过去、现在、未来。你明明知道我与萨克蒂女神的转世萨蒂将会以悲剧收场，这是我们3相神都无法改变的命运。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结局，那又为何要结合？这也是为什么我即使明明知道萨蒂是萨克蒂女神的转世，却也不去接受她的原因。”毗湿奴和梵天还想劝解，湿婆却愤怒地说道：“你们走吧，让我一个人独处。”毗湿奴与梵天没有办法，只好离开了湿婆。而这时湿婆依然处于愤怒的状态，于是梵天与毗湿奴又采取了下一步的计划，派爱欲之神迦摩射出爱情之箭，
爱神之剑能使湿婆陷入情欲之中，但马上湿婆就知道是爱欲之神伽魔在搞鬼。伽魔见到湿婆发现了自己，立刻跪在湿婆面前请求宽恕。也是因为爱神的这一举动，湿婆再一次走出了冥想。无奈湿婆只能够来到世间最能够让他心静的地方——基罗坡。基罗坡也就是现在中国境内西藏的冈仁波齐。当湿婆回到基罗坡，毗湿奴又组织世间对湿婆最为虔诚的信徒向湿婆进行一次祭祀，利用祭祀的力量，终于使湿婆走出了暴怒的状态，回归于平静。这时湿婆的状态也发生了改变，胡须消失，邋遢的衣物变得整洁，污垢的头发也变得顺滑。从这时起，湿婆走出了冷漠，与世界建立起了联系。终于在创世神梵天、护世神毗湿奴、萨克蒂女神的转世萨蒂与所有天神信徒的共同努力之下，湿婆回归于平静，开始与外界建立联系。萨克蒂女神的转世萨蒂利用自己人性中的自大高傲的缺陷，成功的引起了湿婆的感情。这也向我们揭示了，如果想要一个人爱上你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搅得这个人心神不宁，让这个人生气时想的是你，高兴时想的是你，忧伤时想的还是你，让对方陷入混乱，这就是爱的起始。至此，萨蒂与湿婆的相遇也就算是讲完了。